你是不是觉得代谢这个词就是指你每天能燃烧多少卡路里？如果你还这么想，那你对身体的理解可能完全错了。真正的代谢不仅仅是燃烧能量，它是能量的利用。它是你身体组织修复的速度，是你大脑思考的效率，更是你对抗衰老的唯一武器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生理事实，从30岁到40岁这短短10年间，你体内负责修复、燃脂、增肌的最核心物质，也就是生长激素，每晚的分泌量会断崖式下跌2到3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吃的没以前多，肚子却越来越大，明明睡了很久，醒来还是觉得累。这不仅仅是变老了，这是你的激素系统在向你发警报。今天，我想带大家深度解读斯坦福 Huberman 教授关于甲状腺与生长激素的深度影片。为了帮大家省时间，我把原片中复杂的原理重新梳理了一遍，剔除掉晦涩的术语，为你总结成了这一期逻辑清晰且直接能用的实操指南。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，我将教你如何利用几颗坚果、一种特殊的睡眠节奏，以及一种无需运动就能让生长激素飙升1600%的方法，重新掌控你的生理时钟。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我们要修好你身体的油门，也就是甲状腺。很多人觉得甲状腺问题离自己很远，但请注意，甲状腺不仅控制代谢率，它还直接决定了你的大脑转得有多快。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潜规则，我们的大脑和甲状腺之间进行着一场双向对话，这就像一个恒温器。大脑设定温度，甲状腺就会像火炉一样运作，释放激素来加热身体。但是，当甲状腺接到加热指令后，它向血液里释放的并不全是能用的燃料，它释放的是2种东西 T4 和 T3。在体检单上，医生通常也会测这2个指标。但这里我要告诉你第一个重点，请忘掉 T4、T3 才是真正的主角。T4 几乎是没有活性的，它更像是一个半成品。而 T3 才是真正干活的，是它负责把你的脂肪从仓库里拽出来，变成能量烧掉。那么，如何让身体制造更多的 T3？ 这需要3种原料：碘、酪氨酸和硒。现在的健康饮食圈有一个巨大的陷阱，很多人推崇极端的清洁饮食，把家里的盐全换成了不含碘的海盐或矿物盐，同时还大量生吃西兰花、卷心菜这些十字花科蔬菜。听着很健康，对吧？毕竟在主流医学里，这些蔬菜可是抗癌、抗氧化的超级食物。但 Huberman 教授指出了一个致命的生理细节，这些蔬菜里含有一类特殊的化合物，学名叫做致甲状腺种素 goitrogens。它们在你的体内会非常霸道的和甲状腺抢夺碘元素。如果你的碘摄入本来就充足，那多吃点菜完全没问题，甚至非常有益。但致命的是，很多清洁饮食者本身就不吃碘盐，体内已经缺碘了，再被蔬菜里的这些化合物一抢，甲状腺彻底没了原料，只能疯狂代偿性增生。这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就是我们在病理学上常说的甲状腺肿 goiter， 也就是脖子肿大、代谢崩盘。所以，除非你每天吃海带、紫菜，否则请确保你家厨房里用的是加碘盐。这真的很重要。解决完碘，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是硒元素。很多人问，我怎么知道自己缺不缺硒？ Huberman 指出，虽然确诊需要去医院验血，但如果你不怎么吃肉，或者你是素食者，你处于隐性缺乏的概率非常高。虽然像蘑菇、菠菜里也有硒，但含量太低了。一碗蘑菇可能只有12微克，而你每天可能需要100到200微克。缺硒虽然不一定会让你立刻生病，但它会让 T4 无法转化成 T3， 你的代谢就会卡在半成品阶段。这里我给你一个自然界最强的解决方案，堪称补硒界的重量级冠军——巴西坚果。听好了，你不需要吃药，哪怕你只吃6到8颗巴西坚果，里面含有的硒就高达550微克。这不仅能激活你的甲状腺，还能降低前列腺癌风险，甚至改善痤疮。所以，第一步行动方案很简单，检查你的盐是不是含碘盐，并且每天吃2-3颗巴西坚果。这就是最顶级的生理优化技术。修好了油门，现在我们要加满燃料。我们要谈谈那个随年龄暴跌的生长激素。生长激素是让你逆龄的关键，它能保留肌肉、燃烧脂肪、修复软骨，但它的释放极其挑剔，只要你做错一步，它就直接罢工。我们先来看绝对的基础，睡眠。
生长激素绝大部分是在晚上睡觉时释放的，但不是你睡着了就行，必须进入慢波睡眠，也就是通常说的深度睡眠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巨大的 delta 波。这里有一个必须死守的铁律，睡前2小时绝对不要进食。为什么？因为血糖和生长激素是死对头。如果你睡前吃了一碗面，甚至喝了一杯含糖饮料，血糖升高，胰岛素分泌，生长激素的释放就会被瞬间拉平，变成一条死线。那你这一晚上的觉，从代谢修复的角度看，基本白睡了。搞定了睡眠，接下来我们讲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能促进生长激素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运动也有红线。科学数据显示，无论你是举重还是跑步，运动时长必须控制在60分钟以内。一旦超过60分钟，体内的压力激素，也就是皮质醇，就会飙升。皮质醇一旦升高，它就会像剪刀一样切断睾酮和生长激素的通路。而且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性别差异，对于女性，生长激素的峰值通常出现在运动的前30分钟，而对于男性，峰值往往出现在运动快结束，也就是接近60分钟的时候。所以，给男同胞们的建议是，你需要练够时间，但千万别恋战。练完1个小时，立刻停下来，迅速进行物理降温。具体怎么做？ Huberman 给出了几个非常落地的选项，你可以去冲个冷水澡，或者用冰袋敷一下，哪怕只是关掉暖气，走到凉爽的室外吹吹风都可以。为什么要这么折腾？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风险点，如果运动后你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，身体会误以为还在应激状态。Huberman 明确警告，体温过热如果持续太久，会直接取消掉你当晚睡觉时的那次生长激素爆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降温，你就只拿到了运动时的那一点点好处，却丢掉了晚上睡觉时那波高达300%至500%的免费红利。只有迅速降温，才能给身体一个强信号，不仅能在当时通过肝脏释放 IGF-1 来滋养大脑，又能保住晚上的第2次生长激素峰值，就像一天睡了2次觉一样爽。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些还不够刺激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方法，被 Huberman 称为自然提升生长激素的核武器。数据不会撒谎，利用特定方式进行热暴露，其实主要就是指桑拿，能让生长激素水平瞬间飙升16倍，也就是1600%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生理学。当你把自己暴露在极热环境中时，负责释放生长激素的神经元，因为和体温调节神经元挨得太近，会被直接激活。这套黄金法则的具体执行步骤是这样的：20分钟桑拿，温度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左右，也就是176到212华氏度，然后出来冷却30分钟，再进去20分钟。按照这个流程，如果连续做3天，你的生长激素水平会在第3天达到顶峰。除了注射药物，没有任何自然手段能达到这个效果。没有桑拿房怎么办？Huberman 给出了一个更落地的平替方案，你可以在家里制造一个蒸汽室，把浴缸放满最热的水，让蒸汽充满整个浴室，但你不要进去泡，而是穿上厚卫衣、长裤甚至羊毛袜，坐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，利用环境湿热和衣物保温来模拟桑拿房的高温。虽然也有人像职业摔跤手那样裹着排汗服去跑步，但这风险极高。这里必须给出一个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，千万不要煮熟你的大脑。大脑对温度非常敏感，稍微过热就可能导致神经元死亡，甚至中暑死亡。所以量力而行，一旦感到不适，立刻停止。最后，在这个环节，我要帮大家避一个极其昂贵的坑——精氨酸。很多健身补剂里都有精氨酸，号称能提升泵感 （pump） 和激素水平。理论上，睡前吃大剂量的精氨酸确实能提升生长激素。但是，如果你在运动前吃它，结果是灾难性的。研究发现，精氨酸会短路掉运动带来的激素红利。如果你本可以通过深蹲获得500%的激素提升，吃完精氨酸再练，可能就只剩下100%了。这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。而且，大剂量精氨酸，也就是超过9克，会让你的肠胃翻江倒海。如果你真的想用补充剂，可以考虑左旋瓜氨酸，它的吸收率更高，副作用更小，而且对心血管更友好。讲了这么多硬核原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把你的一天变成一台精密的逆龄机器。这是一份从早到晚的行动清单。首先是饮食的地基，请务必检查你家厨房，确保用的是加碘盐。
特别是素食者或不吃海鲜的朋友，每天下午加餐时吃2到3颗巴西坚果，补足硒元素，这几乎能保证你不缺硒，激活甲状腺 T3。第二，运动时一定要盯着表，不要超过60分钟。男生们，请把体力保留到最后一刻；女生们，前30分钟的爆发力训练才是关键。第三，如果你想挑战进阶玩法，可以试试热暴露。如果有条件，每周安排一次20-30-20的桑拿循环，温度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，去追求那1600%的激素红利。第四，在补充剂上千万别踩雷，运动前严禁服用精氨酸。如果你真的想用，请放在睡前，或者干脆换成效果更好、副作用更小的左旋瓜氨酸。最后，请死守这条睡眠铁律：睡前2到3小时停止进食，让血糖降下来，为深夜的深度睡眠让路，这是你身体修复的黄金窗口。至于现在市面上很火的肽类药物，好莱坞明星确实在用它们快速减脂，但你必须知道，这就像是打开了身体的潘多拉魔盒。因为体内的肿瘤细胞，哪怕是良性的，也非常喜欢生长激素。一旦通过药物强行提升，风险是不可控的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先把睡眠、饮食和运动做到极致，收益已经足够惊人了。人的身体是一台极其精密的仪器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累、觉得老，不是因为零件坏了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操作手册丢了。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帮你找回这一页操作手册。哪怕你只做到了其中的一点，比如把家里的盐换回含碘盐，或者睡前不吃夜宵，你的身体都会给你正向的反馈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要点赞、订阅，并把视频分享给身边那些总喊着代谢慢的朋友。我是逆龄研究所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